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版。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我们今天继续编写 RSI 加马丁的量化 EA，这是第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了。建议从第一部分看起，方便理解。如果需要代码对照编写的同学，可以点赞、评论、私信我。在前面的视频中，我们实现了做多条件、做空条件、止盈止损，还有过滤器的功能。今天我们再把出场条件，还有针对于亏损单的马丁处理这2个功能一并写完，整个 EA 就完整了，也完成了。好，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之前是写到了做多还有做空这里，但是整个做多做空的条件其实是有4个条件的，也就是还有一个上一笔交易是持平或盈利的，发生亏损情况交给马丁处理，这个条件我们上节课还没有写，我们这里需要补充一下。那么如果需要得知上一笔交易有没有亏损，那我们肯定是要获取上一笔交易的历史记录，它的盈利情况来进行判断。我们写一个方法，获取最后一笔交易的信息，直接就写这里吧。我们这个方法的功能就是获取最后一笔交易的信息，我们给它传参数，一个是当前的交易的品种，一个是历史记录，也就是这个 deal 的 type 啊，究竟是 sell 还是 buy，还有就是上一笔交易的盈利情况，还有是上一笔交易的具体手数大小。注意啊，这几个使用这个按的符号来表示，这几个参数是要返回出去的。待会儿我具体调用的时候就明白了啊。首先是使用 history select 方法，我们看一下官方的解释是，在服务器特定时间段检索交易和订单的历史。通俗来讲，这个方法意思就是说，你要选中一部分的交易历史记录嘛。那么这一部分的历史记录，你要是获取什么时间的，你需要给它传一个开始时间和一个结束时间。开始时间就是获取，这个100天有点过多了，但是不影响。其实获取最后10天啊，20天都可以，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最后一笔交易的信息嘛。这个截止日期就是你也可以直接获取今天的，但是保险起见，给它加个1天的话，就相当于是谨慎吧，姑且这么用啊。然后是获取整个历史记录的总数。下面就是便利，便利这个代码比较长啊，我直接就粘过来，再一一的讲解啊。它的主要逻辑其实就这里啊，上面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选中这一笔交易，下面就是主要的判断逻辑。首先我们判断这一笔历史交易是在哪一个交易品种上做的，我们这里给它传了一个参数，传的当然是当前交易品种，必须是当前交易品种的历史订单。下一个条件是 magic number， 还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不会只运行一个 EA， 不止一个交易策略，它可能是多个的不同品种的，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magic number 魔术号来对它们进行区分。
就是它只处理属于它的订单。另一个就是这个 entry，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获取已经平仓的已经平仓的。这里我们得到3个参数，也就是这里我们需要返回出去的，这个方法需要返回出去的3个结果。第一个是上一笔交易的盈利情况，第二个是上一笔交易的持仓方向，第三个是上一笔订单的持仓手数，它的具体手数是多少。好，这个方法基本写完了，我们编一下，看看会不会报错。这里对，写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来到了调用的环节。我们这里准备了3个元素，3个元素。还记得我们这个方法上用的这个 and 符号吗？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写了这个 and 符号啊，就代表你只要运行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里面的逻辑走完，你针对于这3个参数的赋值之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3个参数，3个属性的具体内容了。给它传入参数，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打印，6、7，这里就是8。OK， 我们再编译一下，没有报错。然后我们在这个历史回测中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写的对不对啊？点击开始。好，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刚才写的代码逻辑，具体上一笔订单是盈利了多少，是亏损了多少，会在这个地方显示。我们看，让程序跑一下，这里是-1。那有时候这个历史订单啊，这个面板，尤其回测这个面板，它会卡一下，它就显示不出来。快一点，对，这里就出来了。最后一笔是-1，正确。继续啊，看最后一笔是盈利2块，又有点卡，稍微点一下。刚才的2块在这儿呢，这个地方就刷新了，变成了-1了。再点一下，看一下变动，这出来了2块。整体代码逻辑是对的啊。获取到最后一笔交易的详情，它的手数、具体盈利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条件给补充上，因为我们的做多做空还差一个条件，就是上一笔交易有没有亏损啊？我们把这个条件补充上。这个就是用来判断上一笔交易有没有亏损的。我们在这里获取到最后一笔交易的盈利情况，判断它如果是等于0或者大于0，就代表它没有亏损。没有亏损的话，我们就是走正常的多单空单的逻辑。如果是亏损的话，我们待会儿会写那个马丁的处理。这是多单的，空单的也是同样，把逻辑补充一下，还是同样的逻辑，这个地方就补充完整了。看一下编一下，应该没有报错吧？
多了一个括号。OK， 没有报错。好，下面我们就是写它的，针对于亏损订单的马丁的逻辑啊。我们具体它写的位置，我们是写在这里啊，就是如果上一笔交易是亏损时，我们就开一个反向交易，并增加交易手数，并且如果是它进入到马丁的处理之后，我们这后面的这些代码就不会再执行了，因为这后面这些逻辑正常的做多做空的逻辑是针对于上一笔交易是盈利的情况下。好，我们再把这个方法写一下，具体的就写在这里吧。给它注释给它补充上，注释多写写注释啊，有利于我们后面的理解。程序员一般都不太喜欢写注释。基本逻辑啊还是一样的，获取最后一笔交易的信息。然后我们提前声明一下手术。这里的代码比较长啊，我就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然后给大家讲解啊。首先，我们记住了，我们这里的马丁是针对于上一笔订单如果是亏损的时候才会使用的。如果你是正常盈利的，我们就不会进入到这个方法里面。所以我们这里先判断一下，上一笔交易是亏损的。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上一笔是亏损的时候，我们的手数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根据于我们外部的参数的这个增加系数来变化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反向时增加多少倍的手数？我们这里写的2，也就意味着上一笔交易如果是0.1手的话，我们下一笔就使用0.2手，2倍的手数去做单。对，这里是手数。然后还有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当前持仓不存在与目标交易手数相同的持仓。就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手数啊，我们计算出来需要增加的下一次增加的手数是0.4，但是我们查看了一下我们的持仓，当前 EA 已经有持仓0.4的手数了，那我们就不会再往下做了，因为你再往下做的话，你0.4可能就变成0.8了，这个可能就有订单重复，也会产生一些持仓的风险啊。所以我们这里再做了一下判断。这个方法还没写啊，我们这里补充一下。is position with same volume open， 就是说检查是否存在与目标手数相同的持仓。具体跟多少手数相同呢？就是跟我们传入的这个 target volume 相同。这个代码很简单啊，首先就是便利我们的持仓，选中我们的持仓，然后通过这个 symbol 和 magic number 找到我们这个 EA 所管理的持仓，然后判断如果是它的目前的持仓手数跟我们要查找这个手数相同的话，我们就返回 true， 否则的话返回 false。这里的返回 true 的话，就意味着存在与目标手数相同的持仓。我们这取了个反，注意我们这有个感叹号，取了个反，就是 true 变成了 false。这里如果是返回 false 的话，这里就变成了 true。false 意味着是
当前持仓不存在与目标手数相同的持仓。下面这两个方法，要注意啊，我们一行一行看，这里是判断的上一笔持仓的持仓类型，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检查手数，这个是我们之前写过的方法啊，还记得吗？检查手数的，到哪了？哦，这里检查手数，然后如果手数为0的话，那么就是直接给它返回 false， 就不执行下面的。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就执行一笔 open buy， 执行一笔多单。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上一章节第2部分写的，开多单。对，然后注意看啊，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迷糊啊，我们这里说的是，当上一笔交易亏损时，开一个反方向的交易，那么为什么这里是 tap buy， 我们又开了一张 open buy 呢？其实是因为MT5 给的这个也不是 MT5 嘛，是订单的形式。你想，如果你的上笔订单是多单，那你的出场的时候应该就是做空了嘛，就空单。如果你上一笔交易是空单，那你这个空单出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多单了？所以我们这里代表的意思其实是指的是上一笔交易是空单的情况下，如果上一笔交易是空单，我们就开一张方向相反的订单，那就是开多单。如果上一笔订单是多单，我们就开一笔相反的空单。对，这就是针对于马丁部分的处理。我们编译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需要调，不是需要调用，需要返回，把返回的类型定义一下。没有报错了。回到我们针对于刚才写的方法调用一下。这就是如果是进入马丁的交易，我们全部都 return 掉，它后面就不执行了。好，我们编译一下，没有错。你再回测一下，参数呢还是之前的参数，点击开始。我们上一笔交易是-1，代表亏损了。亏损之后的订单，我们就是交给马丁处理。因为我们之前的手数是0.01，那我们这一次交给马丁的话，它根据我们增长系数2来说，它就变成了0.02。我们这一单又亏损了，这一笔多单又亏损，之前的0.02就变成了0.04。好，到这里就是，这一笔单应该是盈利了，对，这是盈利8，盈利8之后，根据我们的逻辑，最终它又回到最初始的这种做多做空的条件中，这里就盈利了。马丁就是这样，你一直亏的话，它就是靠那一笔直接给捞回来，这亏1块，亏2块，然后8块捞回来。然后马丁结束之后，又开始到最初的做多做空的状态，从0.01手，就你正常的做单嘛，
只要是亏损就交给马丁啊，如果是不亏的话，那我们就是正常的做单逻辑。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针对亏损单的马丁处理，还有一个需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出场条件，就是什么时候出场。针于出场条件，如果说上一笔交易是亏损的话，我们就应该还在马丁的逻辑处理里面，所以就不存在出场。所以我们只针对于上一笔交易是持平或者盈利的持仓，才做出场的操作。出场的条件就是，如果当前，这是对于多单来说啊，如果当前的 RSI 大于，比如说70，进入了超买区域了，大于70了，那我们就平掉多单。如果当前 RSI 小于，比如说30，超卖了，那我们就平掉空单。我们把代码补充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平仓的逻辑写了。首先是平多单，就平多仓嘛，把做多的平掉。代码很多，我直接复制过来讲解啊。首先是获取持仓总数，然后开始便利。获取持仓的 ticket， 你可以理解为是当前持仓的 ID。如果获取出现异常，那么这个 ID 就是等于0或者小于0的，我们直接抛出异常，返回，不执行下面逻辑。这一行就是选中，因为在 MT5 里边，你如果要对一个持仓的操作进行逻辑操作，你必须先选中它。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模式号的判断，这个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我们这个 EA 它只处理属于它负责的订单，就其余的订单跟它没关系，所以我们这必须要有一个模式号的判断。这里就是获取当前持仓的类型。如果这个类型等于 position type sell， 就代表的是一个空单。如果它获取的是一个position type buy， 就代表的它是当前持仓的订单啊，是一笔多单。因为我们这里是平多仓嘛，所以如果说当前持仓是做空的话，我们直接 continue。continue 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执行下面的这些逻辑了，不执行下面这些平仓的逻辑了，直接返回到 for 循环的最开始，以此再执行上面的代码。如果说它不是空单的话，也就是它走到这里的话，就代表它就是当前的持仓就是 position type buy 了嘛。那我们直接就是运行这个 trade 点 position close， 然后把当前它的 ID 它的 ticket 传入进去，然后这个类调用的这个方法就会把我们的多单的这个仓位平仓掉。如果平仓出现异常，我们会直接抛出这个异常，这里打一个平仓成功的一个信息。这是平掉多仓啊。在平空仓的话，其实跟这个逻辑啊非常相似，无非就是在这里判断一下是不是做多，如果做多的话就 continue， 做空的话执行这一条平仓的代码。还是给大家写一下吧。其实完全可以写成一个方法啊，但是为了大家便于理解，也为了偷懒，我们直接再写一个方法，就是 close sale。
具体的这些所有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这两个类型的判断不一样。你平空仓的话，就是判断于是不是做多，如果做多的话，直接就不执行了，滚到在这上面再重新执行。好，这两个方法写完了，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真正的出场逻辑了。在这写一下吧，出场。出场还记得吗？就是说，如果上一笔交易是持平或者盈利的话，才有出场的逻辑哦。这里判断一下，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在上面获取的最后一笔交易的盈利情况。如果它是0或者是大于0，那就代表它不是亏损了，因为亏损都交给马丁处理了。然后第一条，我们先看这个吧。如果当前 RSI 大于 N， 则平仓多单。它具体的代码就是这个。如果当前 RSI 大于 level 大于 N， 那我们就平掉多单，因为这里是上轨嘛，我们直接就这么用。如果当前 RSI 小于 N， 那我们就平仓空单。这里的 N 肯定是超卖啊，所以肯定是下轨，所以我们用100减去这个上轨的数值，就得出来这个下轨的数值。OK， 这个出场的逻辑我们写完了，我们编译一下，没有出错。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断点啊，去捕捉它，不然的话，我们在图表上直接测试，可能等半天等不到一个呀。运行，我们看这笔订单，这里是它的空单，这里是它的。这里是它的止盈位，这里是它的止损位。它走到这个地方，并没有打到它的止盈位，但是因为它的 RSI， 因为我们这里设置70嘛，小于30了，所以我们就出场。大家看这里啊，首先这笔订单是在这个位置做的空，然后在它做空之后，行情运行都没有碰到它的止盈价位，也没有打到它的止损价位，那么它会在什么时候出场呢？它只能是在我们的这个 RSI， 因为它是做空嘛，做空的话就是小于下轨。我们这里上轨是70，下轨的话100减70就是30，只有当它下轨小于30的时候，它就会出场。我们看这个地方很明显啊，这条虚线是 MT5默认的30，所以它很明显是在这里
达到了我们的出厂条件，这笔订单就会出厂。好，我们再给大家找一个做多的例子啊。我们看箭头这个位置，这是这笔多单的进场位置。在它运行的这段期间呢，它都没有打到它的止盈位，也就这条红线的位置，也没有打到它的止损位，也就下面这条红线的位置，没有打到止盈止损，那它什么时候出场呢？就是当我们这个 RSI 大于上轨，我们这里是70，大于70的时候，它就出场。好，这就是整个 EA 的完整的编码过程了。到此为止啊，我们整个 RSI 加马丁格尔的这套交易系统、交易策略，已经量化 EA 就已经写完了。如果看不懂的话，也不要着急啊，慢慢来，先照着写，先照着模仿呗，然后再一行一行的深入的去理解。我之前也是这么学习，但是那个时候可没有哪个人说他可以把整个完整的过程都教给我，那没有，那都是要收费的。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我写了非常多的 EA 了，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已经不稀奇了。分享出来呢，如果别人能从中获取到一些帮助啊，那就足够了。好了，不说了啊。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有帮助的话，请点赞评论，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内容。好，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